外酥里嫩，香辣过瘾，是不是受够了牛肉一做就老，塞牙嚼不动，干柴没滋味？关键秘诀今天全盘托出，告诉你怎么把普通牛肉彻底驯服，纯干货硬到底，马上开整。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来做牙签牛肉。牛肉在我这菜市场卖40一斤，这块花了45，没啥讲究，避开那些筋头巴脑特别多的部位也就行。切之前用清水洗一下，毕竟咱也不知道他在摊位上都经历了些啥，对吧？用厨房纸轻轻按几下，把表面的水分吸干，清清爽爽的，这是个好习惯。看到这些白膜没有？塞牙缝、嚼不动的元凶，能看见的尽量耐心点处理掉，口感能提升不少。切成小块，要比拇指稍大一点。为啥？因为一炸它就会缩水。切太小了，吃着也不过瘾，对吧？因为是切块的，不是切片，所以顺纹逆纹切问题都不大，放心切。重点来了，市场上买的散装牛肉不比高端牛肉或者冷冻排酸肉，必须要腌制加嫩化双管齐下。胡椒粉、小苏打、盐、糖、生抽作为基础味料，小苏打的用量是关键，按牛肉重量的5/1000，也就是1斤牛肉放2.5克左右，大概半茶匙。记住原则是宁少勿多，放多了一股碱味和肥皂感，肉香就全毁了。小苏打是用来干嘛的？第一，使肌肉蛋白远离等电点，让肌原纤维结构松弛。第二，可以分解结缔组织，降低肉的硬度。第三，增强持水性，能吸附更多的水分，烹熟后就不容易变老了。说原话就是让牛肉吃起来更嫩，可以让牛肉的嫩度提升40%，而且不影响肉香。盐也是工程啊，钠离子能使蛋白质展开，形成立体网状结构，就能吸附更多水分了。通俗点说，它能打开蛋白质网兜，把水分兜住。味料做匀了就开始打水，这是嫩滑多汁的核心秘诀。关键点是少量多次，每次加水像我这样温柔一点，就像给肉做按摩，让它把水喝进去，吸收了看不见水了，再加再啄，直到打进去相当于肉重10%到20%的水。我这里打了接近100克水进去。这跟注水牛肉可不一样哈，注水牛肉是通过机械力把水打进细胞间隙里的，那叫自由水。咱这样通过腌料和捉捏的动作打进去的水，是存在于蛋白质网络结构里的，叫不易流动水。很明显的现象就是，注水牛肉静置在那儿，它会大量渗水的，但是通过腌制打水的牛肉，同样的静置在那儿，是不会出水的。看现在的肉，明显胀润了，软乎乎的，没有之前那么紧绷了。这时候让它放在一边，先不动它，让它静置5到10分钟，行话叫恒，目的是让牛肉和味料渗透得更均匀。再也别闲着，来一把牙签，用水泡上，牙签吸饱了水才不容易炸糊。说实话，牙签的仪式感大于实用性，不用它完全也不影响味道的，你说对不？回过头来就往牛肉里加一勺淀粉，别死命揉，轻轻捉匀就行，目的是锁住水分和味道。最后封油，油多不碍事，待会儿下锅它自己会吐出来的。注意了，现在可以马上开炸，也可以冷藏腌一会儿，但别超过1小时。时间太长了，小苏打会过度分解蛋白质，把肉搞得松松散散、粉粉面面的，就成了老广说的发霉的劣质口感，那可就亏了。我就直接开始穿了，这活儿挺费时间的，我这1斤肉穿了快20分钟。就按照牛肉的形状大小，尽量给它分配均匀点就好了。我用的油不多，2斤左右吧，所以起始油温要高一点，有个180度左右，筷子伸进去就冒泡的那种状态。牛肉下去别着急翻，等个20-30秒定型了，再用铲子轻轻推散，让它均匀受热。出炸时间也别太长，1分多不到2分钟，看到肉块表面微黄定型就捞起来。
这时候油锅里还是很热闹的，因为油里的水分还在往外跑。不多会儿，油面重新变回平静，油温回升到200度左右。复杂，这是外交理论的终极奥义。时间不要太长，有个10来20秒就够了。我这里因为拍摄的原因，稍微有点过了，但问题不大。锅里留下点底油，用小火把姜蒜末这些料头先炒香。我还加了一个小米辣，一来给点辣味，二来配点颜色。牛肉回锅，翻匀。香料部分，我就直接用这种袋装的烧烤料，使用和保存都很方便。不怕麻烦的话，你也可以按照这个配料表自己配，香辣、孜然味都有了。重点来了，香料，特别是里面的孜然，必须高温才能激发出香气。转大火快速翻炒，闻到没有？就是这味儿，烧烤摊的灵魂香气扑鼻而来。再撒一把提前炒香的芝麻，翻匀，搞定。出锅。来，终极诱惑，看看这色泽，这焦香，瞧瞧这内里，嫩的弹牙，汁水丰盈，绝对不柴不塞牙，更不会有那发霉的粉感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隔着屏幕闻到香？啥味道？孜然的霸道，辣椒的豪爽，芝麻的醇香，包裹着饱含肉汁的牛肉。吃过烧烤摊上的烤串吗？不能说很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这要是能再整上2两3两的，简直就要上天了。可惜领导没批呀。这么详细的教程，得点个赞吧，收藏起来，得空就试试。做完一定记得回来交作业，遇到问题随时砸过来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